你3个单的嘞？哇，2单的了哈，这都2个100的。两名小伙自寻死路，不仅酒后驾车，还狂飙160迈，甚至不把红灯放在眼里，说闯就闯。结果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让车子直接撞上路边围栏，导致从别人手里借来的宝马车被撞得破败不堪。警方看完行车记录仪，也是不禁感叹，两名小伙纯属活该。就鼓动他了，你放肆开，没事。最受一边是我着，那代表人的我那个一毛素质嘛，拿那个心态嘞。这报100的什么呢？100嘛。啊。他们2个人在城市，通过他们监控以前他们的对话，这个的速度应该是达到了160以上，城市道路，而且连闯了2、3个红灯。因为当时天色较暗，在看不清前方路况的情况下，还把车速提升到160迈，这才造成了这场悲剧发生。其中主驾驶一斌伤势较轻，经过医治已经顺利出院，而副驾驶一涛，也就是怂恿一斌超速行驶的始作俑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脾脏切除了，肝切除了一部分，然后肺的话里面还溶了血，右手的臂层神经断了，导致现在无法正常使用。最终法院宣判，这起事故的责任及赔偿应当由主驾驶一斌和副驾驶一涛以及借车人小陶全额承担，按照5:3:2的比例分配。同时主驾驶一斌因涉嫌醉酒驾驶，将要面临1年0 6个月的有期徒刑，借车人小陶则成了本案中名副其实的大冤种，而怂恿者一斌也为此付出了切除肝脏的代价。你3个单的嘞？哇，2单的了哈，这都2个100的。两男子酒后深夜飙车，油门踩到160迈，连闯多个红灯，嘴里还嘟囔着社会摇的成名之曲。结果下一秒，两人就笑不出来了，直接一头撞上路边围栏，车子瞬间损毁，两名小伙生死未知。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两人并不是该辆宝马的车主，真正的车主则是和他们素不相识的女少妇。既然双方不认识，小伙又是如何将车开走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天，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称路边的花坛栽了一辆宝马，里面的2名乘客躺在车里，不知是生是死。警方闻言火速赶往现场，而现场的惨状令他们震惊不已。白色的那个宝马车四轮朝天呢，翻覆在绿化带里面，很多的那个树木以及一些路灯都撞毁了，就连坚硬无比的树木和路灯都被宝马车撞得1分为2，可见当时车子的速度极快。随后车内的2名伤者被成功解救并送往医院，同时还在2人的血液检测中发现酒精，显然是醉酒驾驶导致的后果。然而当警方用伤者信息和车子牌号进行比对时，发现这辆宝马另有其主，车主名叫唐女士，目前在外地旅游，难不成是她把车子借给2人的吗？但事实并不然，车主根本就不认识这2名男子，更别提把车借给他们了。就在警方摸不清头脑之际，医院传来消息表示2人已脱离生命危险。随着警方的审讯，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你3个单的嘞？哇，2单的了哈，这都2个100的。2名小伙不惧生死酒后驾车，事后更是直飙160迈，连闯红灯。结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意外发生，车子直接撞上路边护栏，瞬间粉身碎骨。而该辆车真正的车主却还另有其人，并表示和2名小伙素不相识，难不成车是他们偷来的不成？好在经过医院抢救，2名小伙目前并无大碍，这也给了警方一个审讯机会。眼前低着头不断忏悔的便是驾驶员一斌，一旁躺在病床动弹不得的则是好兄弟一涛。据一斌所述，事发当天2人在酒吧喝了不少酒，喝完之后2人便回到单位加班，怎料一涛却偏要想去外面抽风，表示自己有位好兄弟小陶正在给一名女老板开车，而且还是一辆限定款宝马，他打算给小陶约出来，开着车去街上兜风，而一斌则来担任驾驶员。他说帮我开一下车，我说喝酒了不开车。那您不是拒绝了，后来怎么又开了呢？可能是他怂恿几句，然后自己喝了点酒壮胆了吗？就这样，2人找到小陶，小陶在得知2人的目的后，坚决不肯把车借出去，毕竟这是他老板的车，怎么可以让别人随意开走呢？而且2人都喝了酒，出了事谁都担不起责任。然而一涛下面的一番话，让小陶也不知如何推脱。年轻人，这想要在外面啊摆点派头啊，他就说借你车子去接一下女朋友。一涛表示自己网恋的女友今天来找自己奔现，如果今天小陶不把宝马借给自己，
让自己在女友面前装叉。那么以后兄弟就做不成了。小涛闻言只好同意借车。就这样一边开车，一涛坐在一旁当指挥，宣告一场《速度与激情》在现实上演。拿现金吗？对，正在拿现金，你看他会拿特别多一把，全部都是现金，就直接往口袋里面塞。我们的现金损失是205万。200多万，提起来我简单最起码有这么多，这么高是肯定有的。超市女员工胆大妄为，光天化日下在前台偷钱，作案高达10几次，被偷的金额更是直标205万。那么事情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镜头前的便是超市老板娘。他表示，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直到现在他还会被蒙在鼓里。就在事发当天，自己要让员工去柜台拿张100元大钞，帮忙去买个东西，顺便破点零钱。可员工打开抽屉却发现里面并没有100元大钞。听闻此话，老板娘十分诧异，明明在昨天自己把1万元的货款都给放了进去，怎么可能连一张100的都没有呢？于是给老公打去电话，可他也是毫不知情，表示从没动过抽屉里的钱。在侄女的提议下，两人决定查看监控解开谜团。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抽屉里的钱竟被他们十分信赖的营业员小梅给偷走了。在放包那个地方晃了很久，他是先把包里面的拉开的，拉开然后把那个钱拿走的。随即老板娘就找到小梅，质问其抽屉里的钱哪去了。谁知小梅却大方承认，钱确实被自己偷走了。说完就跪在地上，开始了戏精般的表演。表演开始，跪到我跟前，他说：“老板娘，对不起，这个钱是我拿的。”我叫他把身上的钱交给我，不然我打你爸爸电话的。你别打，他就不给打。见小梅哭得前仰后合，老板娘也于心不忍，便答应小梅，只要把钱归还，就对此事既往不咎。起初老板娘认为小梅只偷过一次钱，可就当她在小梅辞职后，无意间调查监控时，却发现在别的员工都忙着干活时，小梅也没有闲着，而是不停地在偷钱。几乎1个月下来，她每天都会被神偷附体，在前台不停地忙活着，每次下手都是万元起步，甚至最后还把目标放在了老板娘的私密柜。你看他在四处张望，就在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注意到，一下子拿出一沓现金。你可以注意看他的表情，正在跟我们说话，非常开心。下一秒到座位上，就表情都十分冷酷了，因为他当时的话为跟我们笑，也就为了图钱，让我们对他降低防备。见到小梅熟练的手法，这让老板娘后背直冒冷汗，随即就调取了小梅从入职当天到离职期间的所有监控。令她最不愿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经过核实比对，小梅竟偷走了超市205万。5个月时间的总营业额，减去我的微信，减去我的一切的东西，他拿了200多万。我们的现金损失是205万。年纪轻轻竟会如此道德败坏。随后夫妻2人便选择了报警。为了不打草惊蛇，老板也决定演一出戏。我们假装还不知道，我们说你怎么到现在没来上班，然后叫我家侄女的去接他，然后我开着车直接把他送到派出所。因为涉嫌金额巨大，小梅也被辖区派出所转移到了刑警队。就当夫妻俩舒了一口气时，小梅父亲竟找上了门，开始1哭2闹3上吊，开始下跪祈求2人放过女儿。毕竟女儿是名惯犯，此前在另一家超市也犯过同样的罪行，一次性就偷走了17万，外加如今又偷走205万。如果夫妻俩不原谅女儿，说不定她这辈子就毁了。听到这里，老板娘突然想起，小梅在入职时曾问询过监控在哪，原来是为了勘察现场，为实施盗窃做准备。他就是到我这里才上班的时候，他问过我，他说：“老板娘，你家安监控了？”我说：“是的。”他说：“那这个监控现在可以用啊？”我说：“这个监控已经坏了，现在不对用了。”事后估计是小梅在打扫卫生时确认过监控是坏的，这才开始了她的神偷计划。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老板娘还藏了一手。监控显示屏是坏的，但是我的监控是好的呀。它一直在运转啊，我们再画一个显示屏就可以了呀。就这样，她每次的犯罪过程都被毫无破绽的记录下来。虽然小梅现在已经被抓获，但数百万的钱款却下落不明，所以无论小梅父亲如何恳求，夫妻俩都不能就此作罢。如今他们只好寄希望于警方帮他们追回钱款。不过小编不禁想问一句，难道超市老板都不按时查账的吗？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期待您的精彩评论，我们下期再见。